这个中国高僧被日寇当众扒光衣服，零下20度的天气，一桶又一桶冰水从头顶浇下，高僧很快就失去了知觉，但他却依然双手合十，岿然不动，仿佛真佛降世。寺里的难民见了这般景象，无一不低眉垂泪，膜拜着这位活菩萨。1937年12月，日寇攻入南京城，并进行了丧心病狂的大屠杀，将南京化为惨绝人寰的地狱。大量难民从城中逃出，涌向了郊外山区的千年古寺栖霞寺。寺庙门口的小和尚见了，赶紧跑进庙里禀报，由于老方丈云游外出，如今寺里的当家主持由年轻僧人季然担任。季然带领着一众僧人出门查看，见到了黑压压的一大群难民，僧人们顿时有些不知所措。老法师赵海感叹说，若是10个8个的难民倒还好，但这是成百上千的难民，若是全放他们进庙避难，日寇必然会盯上这座寺庙，到时候千年古寺可能就将毁于一旦。但既然看着那些衣衫褴褛、受尽摧残的无辜百姓，每个人的眼中都充满伤痛与恐惧，他的耳畔充斥着难民的苦苦哀求。作为慈悲为怀、普济众生的出家人，又怎可袖手旁观？乡亲们，都进来吧。最终，既然力排众议，收容了所有来此的难民。栖霞山下，日寇还在继续烧杀淫掠。仅仅2天时间，进庙避难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，寺院各处都拥挤不堪。既然带领着所有僧人，全力照顾伤员和老幼妇孺。由于寺里的药品严重短缺，僧人本昌和一名小和尚主动请命，前往南京城的药铺取药。2人在血流成河的城中东躲西藏，意外遇到了美国记者马丁和翻译苏平。马丁用摄像机将日寇的暴行都记录了下来，但也因此遭到了日寇的追杀。正直的马丁是要将胶卷带出这里，把大屠杀的惨状公之于众。本昌和小和尚收集完药品，成功返回栖霞寺。马丁和苏平躲进了国际安全区，然而丧心病狂的日寇悍然闯进安全区，大肆搜查和破坏。马丁和苏平急忙翻墙逃离。You go first. I'll be right behind you. Come on, Matt. What are you doing? Go. Don't worry about me. 殿后的马丁在日寇枪下壮烈牺牲。日寇带走了马丁身上的假胶卷，围墙另一侧的苏平惊恐地抱紧了裹在衣服里的真胶卷。从此以后，他只能独自完成送出胶卷的艰巨任务。这天晚上，栖霞寺迎来了3名不速之客，他们是曾率军顽强狙击日寇的国军参谋长廖文湘及2名部下。如今，日军正在四处搜捕廖文湘。廖文湘一路逃到了栖霞寺，走投无路之际，只好恳请季然允许自己在寺里暂避几日。我们不会久留的，马上就会离开。廖将军误解贫僧了，出家之人行的是佛教道义，讲的是仁爱善施。将军在民族危亡之时守城作战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这样，将军等人先在我藏经楼内住下，不要随意外出。我来想办法把你们送过江去。赵海听说既然收留了廖文湘，急忙出面劝阻。栖霞寺收容大量难民，本就已经成了日寇的眼中钉，若是再被发现藏匿抗日将军，那整座寺庙恐怕都会被夷为平地。既然却说小心一点就是了，军人为了保家卫国浴血奋战，我们又怎能弃之不顾？目前寺里的难民已经达到了2万多人，粮食捉襟见肘，既然就令僧人们一天只吃1顿斋饭，给难民多留些粮食，自己更是一连3天从未进食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夜，既然看到院子里的孩子冻得直哭。你把孩子抱到我的禅房去暖和一会儿吧。不用了，在这个庙里有口粥饭吃就足够了。来，把孩子给我吧。既然将孩子安置好后，就来到佛前久久跪拜，为国家和人民祈福。这时庙门被推开，狼狈不堪的苏平走了进来，他也想在这里避避风头，等待时机将揭露日本暴行的胶卷送到上海租界区，转交给国际和平组织。
赵海得知既然又收了个大麻烦，终于无法抑制内心的忧虑。既然你是当家的，我也不瞒你了。庙里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，我得走了。赵海独自离开了寺庙，往山下走去。迎面而来的都是上山避难的百姓。师傅，我们去了庙里能收留我们吗？能收，能收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可找到救命的菩萨了。赵海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终究还是不忍心抛下难民和寺庙，就这么一走了之。因此他再度回到了栖霞寺，和僧人与百姓患难与共。不久后，既然在苏平的建议下，将难民收容所的横幅悬挂在寺庙大门。因为难民收容所受国际法保护，他们原本以为日寇会多少收敛一些，但事实证明，日寇根本就没有把国际法当回事儿。他们发现马丁的胶卷都是空白，也迟迟都搜捕不到廖文香，就怀疑两者都藏匿在栖霞寺。于是山田队长带领大批日寇闯进寺庙，把各个角落翻了个底朝天，愣是没找到廖文香和苏平。原来既然将他们藏在高僧作画肉身的大缸中，这才侥幸躲过一劫。山田见搜不出来，就派人当众剥掉既然的衣服，在这寒冬腊月，将一桶又一桶冰水浇到他头上。既然仿佛置身于寒意彻骨的瀑布之中，却依旧合掌端坐，闭目诵经，始终保持着佛教信徒的超脱之姿。寺庙里的难民见到这一幕，就如同见到活佛降世，纷纷心疼又虔诚地暗自膜拜。日寇见无法令既然屈服，就拔刀架在本昌脖子上，逼他招供。本昌恰巧在日本留过学，还是山田的同校师弟。他用日语告诉山田，来寺里的只有难民，从未收留过军人，更没有藏匿过什么胶卷。山田姑且相信了本昌的话，但见到他旁边的赵海神色慌张，就走到他面前，拿出胶卷盒。这是什么？你说，这是胶。说吧，实话地说，这是什么？我从来没见过。你知道这是胶片？快说！山田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，就一枪打穿了赵海的头颅，并放出话来。限期3天解散难民所，并交出胶卷和廖文香，否则就炸平栖霞寺。之后带着队伍扬长而去。既然怀着悲愤写下了一篇公开信，在信中控诉了日寇的疯狂暴行，并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。但这只是徒劳罢了，大使馆根本不予理睬。但国际友人帮忙将这封信刊登在了报纸上，这令山田大为恼火。恰在此时，本昌只身来到日军司令部，向山田表达了自己想要投诚的意向，请他看在同学情面上，给自己一张特别通行证。山田大喜过望，欣然应允。另一边，一个喝醉的日寇闯入栖霞寺，竟将魔爪伸向了一个小女孩。佐原大师急忙上前阻拦。住手！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？他还是个孩子。丧心病狂的日寇一刀刺死了大师，他的受刑激起了在场民众的愤怒，几个男人抄起石头扑上去砸死了这个日寇。既然听到动静，连忙出来查看，并派几个僧人连夜将日寇尸体埋在后山。但日寇部队发现缺人，就到寺庙来。虽然没有发现失踪的士兵，却派了一个汉奸带着几个日寇把守大门，不准任何人外出。这可急坏了既然法师，他已经联系好了船只，正准备在今晚送廖文香过江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借着超度佐原大师的法事，打开了寺庙大门。汉奸连忙上前阻拦：“你怎么连这都不懂？老和尚圆寂那可是大丧，谁要是有一点不虔诚，都是要遭报应的。”这下汉奸也不敢造次，只得放送葬队伍出门，而廖文香3人就混在队伍里，成功逃出了日寇的封锁，并坐上了过江的船只。第二天，本昌的特别通行证批下来了，他带着苏平在深夜出门，准备将胶卷送往上海。不料山田早已在山下恭候多时了。苏平在逃跑中不幸中枪身亡，本昌没时间再做耽搁，拎起苏平的包裹飞快地逃离。历经9死1生，终于躲过了日寇的追捕。3天时限已到，廖文香平安抵达武汉，而胶卷也被成功送往上海。山田勃然大怒，
率军将栖霞寺团团围住。此时既然依旧没有解散难民所，因为他清楚，一旦将难民遣散寺庙，日寇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既然还在做最后的努力，他听本昌说，山田参军之前也是一名佛教徒，于是平静地将山田迎进庙里，向他讲授佛法，希望唤醒他的良知与人性。如果你要炮轰栖霞寺的话，我会在庙前等待着你炮弹的落下。但是我请你相信，你就是炸平了栖霞寺，后人还会重新建起一座新的栖霞寺来。栖霞古寺历经沧桑1500年，多次在战乱中被毁。只要佛还在，庙就还会再生。我相信，在栖霞寺的重建明志上，将记录下这次寺庙被毁的全部经过。当事人的功名和罪责也将永远刻在这块石碑上，和佛教的历史一起世代流传。山田厉声打断了纪然，他走出寺庙，拔出指挥刀，日寇们立即将炮弹装入迫击炮，只等山田一声令下，栖霞寺就会被夷为平地。但山田看在寺庙门前合掌默立的纪然，他是那么的从容宁静，集慈悲与坚韧于一身，如佛陀般神圣不可侵犯。山田握刀的手微微颤抖，过了许久也没能挥下。在这场人性与兽性的较量中，纪然赢了。他保全了千年古寺，成功救下了24000名难民。出家人受戒律所限，虽然不能上阵斩杀贼寇，但一样可以铁肩担大义，用自己的勇气和信仰救万民于水火。既然法师因操劳过度，于隔年10月12日圆寂，勿忘国耻，铭记英雄。没有他们，就没有今天的我们。